效果还是挺好的，线条也干脆，形也比较准确。然后胸腔这个外边这里应该再往外扩一点，后边这里应该没这么圆，没这么鼓，但是差一星半点的影响不大，影响不大。胸腔上端的这个圆面还是稍微大了一些。金三角肌是这么分的，前束分成2块，就指点这一侧都穿到中束下边，然后靠里的这一个呢，接触点更高。金三角肌的结构是这样的，就在这个结构基础之上挑一些主要的去画，它既符合这个结构，然后呢造型上也好看，就不会出问题。这里感觉有一个球顶起来，所以说下面呢用一排这样的线条把这个球给它顶起来，这就是肱骨头。比之前进步很多了，这个结构上还不错。第一张图呢，注意一下肩三角肌，肩三角肌的肌束、肌纤维，它不是直接连到这个肩胛岗上的，它和肩胛岗之间它是有一段肌腱的。这一段是肌腱，其实在图片中也看得出来。这里是肩胛岗，然后它的肩胛骨上的肌肉稍微小了一些。这个很发达，这个要注意，比例上要注意。第二个，这个手臂好宽，然后在画脖子的时候呢，给它画完整一点，上面的这条边。第三个图，它的脖子的朝向，这是一个后边的边，这是一个侧面的边，这里是中间的转折，把这个体积朝向给它交代清楚。这个看到照片，我在照片上画一下，它的肩三角肌在这个角度下呢看不到太多，这个是冈下肌、小圆肌，这是大圆肌。这个肩三角肌画大了，然后大圆肌这里没有出来。这个跟第一个说的问题一样，把肌腱和肌肉分开。这个胸腔的大小可以，就是它离体表再留一点空间，就是它距离体表再留下一点空间就好了，因为它不是紧贴着体表的。然后还有就是胸腔上端的这个圆面要比脖子细一些，这个都稍微大一些。然后结构上注意形，第一张图的肩三角肌它要更饱满一些，要更往外鼓一些。第二张图，你这个胸大肌和肩三角肌是分开了，它俩离开了。这是肩三角肌，这是肩窝。它俩产生动态以后，它俩应该是这样的关系。这是抬起的手臂，它俩不会因为有动作就离开，而是一起往侧面拉拽。第三张图，胸大肌外侧这里有点大，
要注意判断手臂的体积，正面、内侧面、外侧面。那这个肩三角肌呢是结束在外侧面的，手臂的基本朝向面清楚了才好判断肩三角肌的指点。